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現在還在山西晉城。想不到在太行山的深處，竟然還藏着一座如此大規模的明代古堡。當年李自成帶着上萬大軍，猛攻了7天7夜都沒有能攻破。它就是號稱中國北方第一古堡的香玉古堡。整座古堡就像一個巨大的人造迷宮，裡面的暗道、藏兵洞、機關陷阱遍布全城，裡面還有古代的警報系統、罕見的水牢。這座香玉古堡是位於山西晉城的沁水縣，它始建於明萬曆42年，耗時20年修建，崇禎7年才正式完工。距今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了。它也被稱作三都古城，是妥妥的明代古建活化石。我們先來看看這裡的風水格局，真的很不一般啊！整座古堡呢是群峰環抱，依山傍水，西邊靠着虎山，南邊藏着龍山，北邊栖着鳳山，形成了天然的2龍戲珠地勢。周邊還有5條水系交匯。老一輩的人都說這裡是5龍相會的風水寶地，自古就有10山9回頭，輩輩出諸侯的說法。在明朝時期村裡有孫氏3兄弟同朝為官，大哥孫居襄是戶部尚書，二哥孫可襄官至御史都堂，三弟孫鼎襄任職四部守司，一門3杰3朝為官，風光無限。在修建這座古堡的時候，他們3兄弟身為朝中的官員，肯定也懂得審時度勢，意識到這個朝廷已經堅持不了多久了，所以還是把自己家的防禦體系先修好才是重中之重。走進古堡，我們最先看到的就是這條超級震撼的護城河了。它的寬度將近40米，規格堪比北京故宮的護城河。在冷兵器時代，沒有衝鋒舟，沒有工程器械，想徒手跨過這條護城河基本不可能，更別說架梯子攻城門了。這就是古堡抵禦外敵的第一道屏障。現在我們進入古堡就可以走過這條石拱橋。相信在過去呢，這座橋應該就是木頭的了，在緊急情況下，它還可以把木頭給吊起來。這座大門高大雄偉，看起來應該有20來米高，而且大門的前方還有一棵大樹，下面呢是坐着很多遊客在那裡乘涼，一面古樸的質感撲面而來。在大門的兩側是各放着一座高大的獅子，不過這個看起來呢像是新的。過了大門走到這裡很多朋友呢就以為已經進村了。如果你也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。這僅僅呢是第一道陷阱。進來之後呢，大家仔細看這裡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呢，就是一個非常迷你精巧的瓮城了。它的精妙之處呢，就在於一旦敵人攻破了大門衝進來之後呢，城裡的守軍只需要迅速關閉前後2道大門，就能夠把敵人困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了。四周的城牆垛口呢，全部對準這裡，士兵可以站在高處，用弓箭、石頭全方位的往這裡攻擊。那麼這就完美詮釋了什麼叫瓮中捉鱉了。簡簡單單的一個瓮城就把古人的防禦智慧體現得淋漓盡致。從瓮城上來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座古城有一個特別之處，這些建築呢，它是跟城牆平行的，這就跟很多古城不一樣了。因為這座古城呢，它是依山而建，所以說越往後面它的地勢就越高。這裡還放着幾尊鐵鑄的士兵。因為山西晉城是鑄造之鄉，所以說他們的鑄鐵業呢是十分的發達。來到城牆上，重頭戲才剛剛開始。香玉古堡能夠屹立400年不破，核心亮點就是這裡的兵洞連城體系了。現在呢，我們就進入裡面去看看。大家來看這4個字，就是古堡最強防禦體系的代名詞了，也是整座古堡最神秘、最複雜的地方。很多人說這裡是北方最大的古代藏兵洞迷宮，進來之後真的很容易迷路。現在我們就從這個不起眼的入口走下去，探秘藏兵洞的內部。一進來就能發現這裡是別有洞天，內部的巷道呢是縱橫交錯，洞洞相連，空間呢是寬敞通透。古時候這裡既能屯兵屯糧、儲藏武器，又能駐紮士兵長期駐守，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、長期作戰了。大家看向外側的窗口，這裡全部都是藏兵洞的瞭望口和射擊口。
敵人就算拼死跨過了護城河，然後搭梯子爬城牆，城裡面的人呢就可以在窗口這裡推梯子往下面射箭，輕鬆擊退敵人的進攻。而且這裡是雙層的防禦結構，上下2層的士兵可以協同作戰，輪番防守，防禦力直接翻倍。更絕的是這裡的戰術設計，洞內的空間大，通道多，士兵就可以在這裡輪換值守。前線的士兵疲憊了，後方的軍隊立刻補位。看到上方的鈴鐺沒有？這就是古人的警報系統了。一旦發現敵軍攻破了防線，士兵就可以在這裡立刻敲響鈴鐺，瞬間傳遞警報。周邊的守軍聽到信號之後就會馬上關閉隔離城門，把闖進來的敵軍困在單獨的巷道裡，分割圍剿，根本不給敵人深入腹地的機會。繼續往裡面走大家就會發現通道越來越窄。而且這裡的牆體厚度達到了90公分以上，堅固無比。這裡狹窄的通道就極大地限制了敵軍衝鋒的人數，敵人就算人數再多也只能是一個一個通過，兵力優勢在這裡根本施展不開。這裡側邊還有一條隱秘的專屬通道，是古時候的物資補給生命線了。村裡的百姓就可以通過這條密道，源源不斷地往藏兵洞送來糧食、水和武器彈藥。就算前線即將失守，這條密道還能直通城牆頂部的崗哨，方便士兵撤退轉移，重新布防。可以說一面城牆，攻防撤退面面俱到。可以看到這邊城牆的底部是用了巨大的石頭來作為地基，所以說它堅固無比現在我們就登上古堡的城牆了，站在這裡瞬間就能感受到什麼叫做固若金湯了。很多人說相遇古堡的城牆完全不輸萬里長城的明代城牆，親身站在這裡才知道所言非虛。整座古堡城牆高大厚重，依山就勢而建，層級錯落，氣勢恢宏。城牆上分布着8座哨崗瞭望台，全方位無死角覆蓋整片區域。這裡的每一座哨崗都是可攻可守的戰略點位，高處的垛口既能夠隱秘自身，又能精準地射擊來犯之敵。敵人要想從這裡爬上來難度堪比登天，真的是易守難攻大家順着我的視線看下去古堡內部的民居密密麻麻，巷道縱橫交錯。從城牆上往下看根本分不清主次幹道。這也是古堡的隱形防禦大招。整座古堡就是一座迷宮，外敵就算是突破了外牆衝進來，也會在錯綜複雜的街巷裡徹底迷路，根本找不到出口，就會不戰自潰。400多年來，無數戰亂，匪患始終沒有攻破到這裡，靠的就是這套層層嵌套、環環相扣的防禦體系了。刚剛從城牆上下來了，現在呢，我們就去孫氏3兄弟的房子看看。很多人以為這座古堡只有硬核的軍事防禦體系，其實這裡面最珍貴的是流傳了400年的家風文脈。相遇古堡跟晉城裡的其他明代古堡呢，也有相似的地方你看它這裡的街巷呢，基本上都是這種丁字巷。你看這邊也是走到這裡呢就是牆壁，然後要往這邊呢才能夠過去。在這個位置呢，也有拐彎抹角的處理，上不讓天，下不讓地，中間讓的是一團和氣。那麼這座相遇古堡它既是一座古堡，也是一座村子，所以說這裡面呢是有很多房子。走到古堡的中間呢，就看到了一座牌坊。那整座牌坊就是明朝官方給相遇孫家的頂級榮譽證書了，上面是刻着皇恩累賜，意思就是皇上的恩典一次次一代代賜予孫家，這就強調了朝廷對孫家的持續眷顧。這座牌坊像是在黃泥土裡被埋了很久一樣，然後呢又重新挖出來了，因為表面上呢是附着着一層淡淡的黃泥土的顏色。現在古堡裡的這些民居看起來呢都是原物，都不像是重新修整過的包括這些門窗都是非常古老的樣子。現在就來到了孫氏3兄弟的官宅門口了。
來看一下，這邊呢是擺放着一台古代的轎車啊，因為上方呢是一台轎子，下面是2個輪的車子嘛，所以說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轎車啊。那現在呢就進入官宅裡面來看看，每個大門的前面呢都是有一些磚雕，可惜這一面磚雕啊幾乎全部被凿掉了。孫氏3兄弟能夠同朝為官，光耀門楣，靠的不僅是特權，還有嚴苛的家風教育。這裡就是很多遊客最好奇的古代水牢了。不過它和普通的囚牢啊完全不一樣。在古代，這座水牢啊不是用來關押罪犯的，而是專門用來管教那些不愛讀書、貪玩的孫氏子弟。古人常說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在孫氏家族啊，讀書不是選擇，而是底線規矩。孫氏子弟要是荒廢學業、不思進取，就會被關進這座水汽潮濕的水牢裡靜心思過。那旁邊呢，還有專門值守的房間，有人啊全程看護，防止裡面的人呢想不開。同時啊，也會適度安排他們幹農活、推石磨、排解濕氣、磨練心智。來看一下這個古老的10年，當年不愛讀書的人就會被安排到這裡當1天的毛驢，親自上手推磨勞作。孫氏家族的人呢，就是用這種最樸素的方式告訴後人，讀書是普通人成本最低、最靠譜的出路。即使到了今天呢，也是一樣，用心讀書的人不一定能夠當上大官，但一定可以大大的改善你的生活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座古堡文脈綿延，明清時期啊走出了9位進士，舉人秀才數不勝數，文脈與武備在此完美交融。看完了水牢，我們就到孫氏主人的故居來看看，也就是三都堂了。來看上方的門楣上呢是寫着4部首詩4個大字，是原汁原味的明代古董，含金量極高啊。那麼這4個字就代表着故居的主人啊，曾在明代吏部、禮部、兵部、工部4個部門任職，履歷顯赫，地位尊崇。跨過這道古門檻，也祝願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啊，跨過人生中所有的坎坷，往後歲歲順遂，萬事可期。這道屏風啊，平時是不開的，只有大人物來了才會打開這道屏風。平時他們自己啊，都是走旁邊的這個側門。過了屏風之後呢，就進入了主人最核心的院落了。眼前的建築真的讓人感到震撼啊！很難想象，這就是400多年前的民間建築，堪稱明代的摩天大樓了。整棟建築啊是有5層，內部的樓梯回廊相連，層層貫通，還有隱秘的地下室，結構精巧，布局複雜。由於在古代是沒有鋼筋和水泥，所以說蓋這麼高的樓啊，這個牆體呢就要有所講究了。我們走進來看一看，在這裡啊都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裂痕了，一直延伸到最頂層了。所以說這棟樓啊，眼看呢也要修復了。我們打開這個門頁啊，就可以看到這個牆體的厚度呢，起碼有80厘米厚了，可以說是相當的厚。因為考慮到承重的問題，所以說越往上啊，牆體呢就要越薄。更讓人驚豔的就是這張用紫檀木做的床了。它是用了頂級的木料，工藝精湛，做工看起來非常的複雜，歷經了數百年啊，完好無損。如今呢是價值連城了，足以想象當年孫氏家庭的家底啊有多厚。這張床雖然木料很珍貴，也算是古董了，但是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的審美了。大家仔細看看，讓你在上面睡一晚，你敢不敢？看着好像有點嚇人啊。床的旁邊擺放着2張椅子，那這裡呢就是主人平時生活起居的地方了，而且呢也可以在這裡接待客人。這邊呢就是擺放着文房4寶，後面呢還有花瓶，表示歲歲平安。這是左側的廂房，也進來看一看。一邊呢是放着古琴，還有一個櫃子。你看這個椅子呢還是非常的美觀，不過這個看起來並不像是古代的原物。而這張床呢，看起來就非常的精美了。這上方啊，還有2個人物雕刻。更加難得的是，這座古堡啊，並沒有過度的商業化，至今還有10幾戶原住居民住在裡面。到了傍晚啊，炊煙裊裊，依舊鮮活生動。這上面還有一間過街樓，在戰亂時期啊，這個就非常有作用了。
很多人逛古建看的是磚瓦閣樓、老舊遺跡，但在我眼裡這座400歲的古堡藏着的是中國人刻在骨子裡的生存智慧、家國情懷與傳承力量。我們總說古人的智慧超前，來到香玉古堡才算是真正讀懂。400年前沒有現代科技，沒有精密儀器，古人僅憑經驗與思考，設計出層層設防、攻防兼備的防禦體系。從寬闊的護城河阻斷外敵前路，到迷你瓮城的誘敵陷阱；從環環相扣的藏兵洞、即時響應的警報系統，到依山而建的城牆哨崗、迷宮式的街巷布局，每一處設計都暗藏巧思，每一處細節都彰顯着嚴謹。武能互相，文能育人，剛柔並濟，文武兼修，這就是香玉古堡最動人的底色了。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山西晉城是被稱作東方古堡之都，僅沁河流域就散落着117座明清古堡，15萬間古民居，皇城相府、柳氏民居、底記城群星璀璨。西方古堡看歐洲，東方古堡看晉城，這句話果然名副其實。